大家好，我是住在雅典的娇妈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制作一道色香味俱全的万能家常菜——彩椒灌饼。它不只是一份简单的早餐，更是能轻松搞定午餐、晚餐的快手美味。彩椒的清甜和鸡蛋的浓郁完美结合，每一口都让人很满足。别担心，制作过程非常详细，保证新手也能一次成功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需要哪些食材。我们需要准备3个颜色不同的彩椒，还有2个鸡蛋，以及一些面粉，这里不建议使用淀粉哦。还有一些香肠，当然你也可以换成其他肉类。最后是调味增鲜用的小葱、盐、黑胡椒和白糖。准备开始制作啦！把3个彩椒分别放入清水中清洗干净。彩椒的营养非常丰富，口感也很棒，颜色也是特别的好看，拿来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菜是特别好的，挑食的小朋友也一定爱吃。彩椒洗干净后放入盘子中，表面水分尽量滤干。准备切彩椒，我们先用剪刀剪开彩椒的蒂，这样比直接用手掰更能避免彩椒表面的破损。像这样用剪刀先剪一个小口，再沿着彩椒蒂剪一个小圆。整个蒂剪开后，用大拇指按一下，再用手取出彩椒蒂。随后是把彩椒里面籽慢慢清理干净。可以用手轻轻挖一下彩椒内部，让籽脱落，然后轻轻拍打彩椒表面，让籽掉出来。其他几个彩椒也按照这个方法把蒂和籽清理干净。这样清理好的彩椒既不破皮，内部也很干净。接下来准备切彩椒，先把彩椒的尾部切下来，尾部放一边，一会儿做边角料用。接着切彩椒中间那部分，先用刀尖在彩椒皮上划一个小口，再沿着小口切一片彩椒圈圈下来，这个圈圈不用切太厚，差不多这种厚度就可以了。一个彩椒差不多可以切3到4片圈圈下来灌饼。彩椒头尾部分没有这种大镂空，不太好做灌饼，但是头尾部分不要扔掉，一会儿也有用。其他3个彩椒也按照这样切法切完。最后3个彩椒切的这些圈圈，接着来准备切边角料部分。先取一块彩椒边角料，先切成小细条，尽可能不要破坏它原来的形状。切到只有一点点了，感觉不太好切的时候，用刀尖划一个小口后再切条。接着调整一下彩椒的方向，把彩椒切成丁。如果手按不紧彩椒的话也没有关系，一会儿可以再分开，慢慢剁成彩椒丁。如果喜欢吃玉米，也可以只用一半的彩椒边角料，把另外一半用水果玉米代替。如果是做给家里小朋友吃的话，想要口感好一点，也可以再加一点肉松进去，保证一碗彩椒灌饼很快就可以清空掉。总之可以加一些平时你们喜欢吃的食材混进去，是非常百搭的一款家常美食。再把没有切得很碎的彩椒切成丁，像剁肉一样把彩椒丁切碎一点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切好后找个空盘装起来，剩下的彩椒也像这样切碎。切碎的彩椒差不多这样细，其他的边角料也按照这个样子切完备用。接
接下来准备切香肠。香肠和彩椒的边角料一样切成丁。先把香肠切成薄片，再切成小块，一直往更小的丁切。如果你有足够时间准备配菜，那么可以把香肠换成肉末，也可以换成虾肉末，再加点料酒、生姜、生抽、盐调味腌制就可以了。总之，看你喜欢吃什么，按照你想要的搭配就可以了。最后把香肠切成小丁即可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着来给灌饼调味，先把刚刚切碎的香肠加入到彩椒末中，然后加入鸡蛋以及增香的小葱，加糖是为了提鲜，盐不用多加。最后如果淡了，还可以蘸番茄酱吃。面粉和鸡蛋都有很好的粘连作用。最后搅拌均匀，搅拌到面糊粘稠就可以了。开大火，锅热后加入一点油，用刷子把油抹开，整个锅底都抹满油就可以了。油明显热了以后，放入彩椒圈圈。家里是燃气灶，开小火，如果是电磁炉，可以中火煎制。如果切的圈圈比较多，锅子放不下了，就分多次煎熟即可。确保所有的彩椒圈是平铺在锅底的。随后加入面糊，一小勺一小勺的放进去，平铺满整个彩椒圈。最后用勺子压压紧实，剩下的彩椒圈圈也按照这个方法填满面糊。在雅典，希腊人喜欢用这个彩椒凉拌色拉，配上当地的芬塔羊奶酪，味道也特别好。想要看希腊美食制作的朋友，记得留言告诉我哦，我也可以安排制作给你们看哦。很快几个彩椒圈圈里面都塞满面糊啦，盖上锅盖焖一会儿后再打开，差不多2分钟左右就可以翻面啦。如果你不是很确定是否可以翻面，你可以用铲子轻轻铲一下彩椒圈，如果还是很软，铲子铲不起来，那就是面糊还没有定型，需要再多煎一会儿。定型的面糊是一下子就能铲起来的。第二面也差不多煎1到2分钟就可以了。下周的菜谱我也在安排中了，喜欢就点赞加收藏。我女儿说这个菜又好看又好吃，让我下次做几个带到学校给她的希腊同学们尝一尝。大家好，我是住在希腊的娇妈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